伴着海平面上一轮朝阳的霞光，执行远海训练任务的海军山东舰又迎来了在这深蓝之上的崭新一天。战机的咆哮，主机的轰鸣，指挥终端中急促的口令。要想真正了解航母的魅力，就不能仅仅被它庞大的钢铁身躯所吸引。走进舱室，各个站位上航母官兵鲜活的脸庞。远赴南海大洋的重要航次中，我们计划了一场绝对劲爆的脱口秀大赛。阵阵爽朗的笑声传来，打破了船舱内机械运转的固定声音节奏。这是山东舰机电部门为调剂训练之余的生活举办的一场脱口秀比赛。幽默诙谐的段子内容大多取材于他们的日常工作，只有真正来到他们的站位，才能对这笑点频出的表演心领神会。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处于航母的2层甲板，但是机电兵大部分的站位都是在水线以下。我们现在看这个标识牌是雷亚恒，机电部门的一名教导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红线，这就是水线，机电兵就是在水线以下的舱体来开展各项工作。然后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楼梯的扶手温度已经明显发烫了。随着机电官兵陆续回到站位，脱口秀现场的欢声笑语此时变成了机器轰鸣，刚才澎湃的热情也被扑面的热浪所取代。密密麻麻的各式管线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装备仪表鳞次栉比。这里就是整艘航母最深层的站位。我家里就相当于是全员学医的嘛，然后我报考的大学也是医学院。最开始的想法是抱着一个锻炼自己、磨练一下性格的那个想法过来的。当时晚上确实很兴奋，轮到我站岗的时候，我在跟我边上的那战友的群流说：“我说兄弟，我要上航母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很骄傲吧，很自豪吧，因为觉得我能在航母上干出一番事业。徐密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航母。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的工作岗位与想象中相去甚远。最开始的话是很不喜欢这种环境，高噪音，然后那个锅炉还有机组嘛，响声特别响。第二个就是温度高，因为它产生的热量太高了，散不掉。每一天下更的话，就是浑身都湿透了。为了守护好航母这颗跳动的心脏，一茬茬机电官兵选择在这里坚守，默默奉献。记得有一次我去5号冷战的时候，5号冷战噪音，每天这样去，就是告诉自己，值班要发挥值班的作用，然后不能一味的就是喊苦喊累，自己也慢慢思考。我改变不了这个环境，我就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向。然后这种思想久而久之让我习惯了在这种环境中去值班，去习惯了在这种环境中就是找出自己一些方法方式来解决这些环境困扰。我也会自己觉得有点成就，因为我的专业发挥出它的所在的作用了。徐密华为自己的航母梦找准了坐标系，从此扎根深仓，无怨坚守，是这个坐标系中不变的常量。不断完善自我，向上突破，是徐密华成长坐标系中前进的变量。当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白考了第一个岗位看水耕之后，我就发现，这阀门对我来说是小意思了。接下来考第2个岗位，就越发让我有信心，就学下去、干下去了。反正觉得要比我们同年一批的那些战友们，我觉得不能比他们差，觉得自己学的还不够，就这种竞争的压力，去迫使自己向前冲，向前赶。正是这种劈波斩浪、不断前进的勇气，让徐密华完成2个值更岗位的考核，并积极备战第3个岗位的考核。他也由此成为机电部门进步最为迅速的一名新兵。带着永远见不到阳光的深仓，机电部门的官兵们却把自己比作向日葵，他们心中有光，向阳生长，像向日葵追寻太阳一样，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使命，为每一次战舰远航、战鹰起飞输送能量。这位在灶台之间风风火火穿梭忙碌的人，就是韩永亮。他是海军山东舰舰务部门的一名1级军士长。这里的工作不光火候要拿捏得准，对时间的掌握也要精准到位。
我们船上一共4个厨房啊，什么时间点要出现在什么位置，每台其实都一样的。如果做早的话，可是影响菜品质量，就是卡时卡点，然后尽量现做出来现吃，这样口感会比较好一些。建务部门在保障航母运行方面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责任。出海训练期间，航母就像一座昼夜让从早到晚，全时都有伙食保障。我们全部的一个理念就是把大家除了这个在站位的时间以外，尽量的压缩。除了我们的伙食保障、全时保障以外，另外我们还有这个洗衣房。大家时间比较紧张，下了更之后可以把这个衣服，包括床单、被单，可以拿这个洗衣袋收集起来之后，到我们的集中洗衣房进行洗衣，这样能节约大家的时间。精准服务全舰官兵，工作需要事无巨细。要想节约大家时间，就要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建务部门的工作庞杂琐碎，与航母上其他站位相比较，看似简单，但要想真正做好，需要的是一份扎根岗位的强烈责任感。先把凳子给它放上去，好吧，然后呢，我们再开始拖地，啊，这样再拖得干净一点，啊，对，然后再把上面的这个脚凳啊给它拧紧了，好吧，我们一天是每一顿餐结束后都开始拖地。当大多数人沉浸在梦乡之中，舰上还有一群人默默地坚守在岗位上。来看一下有没有瓶瓶罐罐的，检查一下。这位名叫何浪的士官，负责舰上的垃圾焚烧工作。航母上对于日常生活垃圾的处理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一方面是因为在航母相对密闭的空间内，如果垃圾得不到妥善处理，滋生的细菌会对官兵健康构成威胁。另外，为了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良好的垃圾处理方式也充分彰显海军官兵的高素质和环保意识。何浪所在的岗位就是负责焚烧纸质类垃圾的站位，焚烧后的灰烬还需他仔细回收，带到航母靠港后，带到岸上进行妥善处理。一般从现在这个点8点多烧到凌晨的5、6点。在后半夜的静谧之中，他们辛勤地劳作着，为的就是确保舰上的垃圾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与焚烧。大学本科毕业的他，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工作。其实我一来航母部队，想选择那个指挥类的那个指挥起降的那种，那姿势多帅啊！比如那个我也看见很羡慕啊。当我封闭的时候，直接就领到了炊事班，我那心就拔凉，然后我一个大学生，中途也想过换岗，但后面想着干啥工作都是干，一样干呗。这话也不是那种大话，就是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实话。总之把我分到哪里，我就得干到哪里。注意脚下安全。建务部门的人员身兼数职，既是保障人员，又是一名战斗员。上一秒还是厨师，下一刻他就成为了担架队员。歼15左舰为3号起降区起火，演习损害管制警报。远海训练期间，一次模拟实战的甲板救援演练在山东舰上拉响了警报。伴随着全舰广播下达的指令，消防演练救援工作旋即展开。与此同时，医务中心也迅速启动了甲板批量伤员救援方案。听得见我讲话吗？海军山东舰的医务中心不但要承担山东舰的医疗救援工作，我们医务中心开展的这个首例全麻外科手术就是蜀舰，就是一艘驱逐舰上，然后一名战士出现了一个突发的阑尾炎，当时在本舰的医疗资源有限，他无法完成这个进一步的救治。然后我们首先通过这个远程会诊，掌握了这名舰员的这个基本情况，通过直升机转运到了我们医务中心，在我们医务中心专家组会诊的情况下，确定了手术治疗的方案对他进行了这个手术治疗，后面康复情况还是比较好。
正是得益于专业医务人员的配属以及专业医疗环境的配备，山东舰医务中心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也为航母的战斗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不好意思啊。赵春娣身为医务中心的检验理疗技师，在舰上是个红人。官兵们身体一有不适，首先都会想到给赵医生打个电话。他们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去执行任务，可能是我最开心或者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吧。从辽宁舰到现在的山东舰，赵春娣已经在航母上服役10几年，一直坚守在医务中心。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官兵们提供了优质的医疗服务。在这10几年的时间里，他见证了航母的发展和变化，也见证了官兵们的成长和进步。他将继续坚守在医务中心，为官兵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每个人的话，大家都是称之为这个航母事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岗位，每个人有工作的地方不同，但是我们的理想和梦想是相同的。我们都希望我们山东舰能够永驰大洋，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共同的理想，只是岗位分工不同而已。当时我当海军的时候是在舟山基地，它的水呀都是黄色的。那艘驱逐舰当时是最大的舰艇，我们只能在那种黄水里或者说是泥汤里进行航行。现在不一样了，那这些舰艇在黄水里能不能航行呢？不行的呀。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向深蓝，驰骋大洋。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海军山东舰的每一处站位，都有新时代海军官兵们默默奉献的身影。他们用无怨无悔的坚守与奉献，共同写就中国航母事业的崭新篇章，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向着深蓝奋勇前进。那航行的轨迹，正是大国海